美味斋应该是网上说的现在苏州前3甚至第1的面馆。都喜欢说上海面条水平太菜，苏州面条水平太高。那我们就来看看水平到底如何吧。我先说结论，水平不怎么样，只有一点点亮点。我今天去工业园区办点事，先来苏州市区吃个面，验证下水平如何。这个也是网红店吧？小圆楼，观众有苏州的吗？苏州到底有没有美食？我10几年前就开始经常来苏州，苏州在我印象里没有美食。特色焖肉面吗？还是啥？爆鳝虾仁，你可以爆。我要个爆鳝焖肉吧。好嘞。我感觉我吃过的所有苏州中华老字号全是雷。这个厨房我看平平无奇，没看出什么特点。你们能看出有什么特点吗？面好了啊。如果不看品质，看数量的话，苏州浇头的种类类型碾压上海，甚至全国。100多的，100块钱呀，好一点的100多的。对呀。面好了。生意还是可以的，基本没什么游客。我点的爆鳝大肉面，说真的，品相很烂，汤也不透亮。有眼睛的可以去对比下易贵河和胖子面的汤，或者日本那些面的汤。爆鳝在苏州面里切的算比较小的，处理腥味比较好，一点腥味都没。你们别以为用鲍鱼的做法就能让我吃不出腥味。我先剧透一下，下一家苏州顶流面馆的爆鳝就是有腥味的。做法跟上海鲍鱼类似，上海大部分鲍鱼也是有腥味的，虽然比较淡。结论说，爆鳝苏州里算做的最好的那个档位，味道还可以，但也谈不上多好吃。苏州这些浇头的做法就太限制，一个冷的东西放汤里热乎一下，你们觉得能有多好吃？这个汤不算白开水，但也不鲜美，带点甜味，不算甜，也可以忽略这个甜味。温度不够高，放2个冷的浇头下去，基本吃温的面了。面条不软烂算好的，也不劲道，也不硬，像这种面条就没什么特点。要不是小时候有回忆或者吃习惯的，你让个外地人来吃，吃的真的一头问号。我忘记说了，大肉是酸的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。你们知道猪肉酸是什么情况吗？我一开始不确定是不是我吃错了，后面又吃了一些，确实是酸的。品控确实挺差的，但爆鳝做的还是有水平。我后面想验证下虾仁和雪菜。老板也确实没推荐我焖肉，是我自己非要点的，那确实踩雷了。我仔细想了下，如果上海没有易贵河和胖子面的汤面，那上海的汤面水平真的都是白开水，所以很多上海人跑来苏州吃面。相对上海那些白开水猪油汤面，这个确实稍微好喝一点，但是完全连易贵河胖子面汤的水平边都沾不到。那个是清澈透亮，味道香浓好喝，温度巨烫，哪个维度都比不上。我说实话肯定要被骂，
我刚才把鳝丝放进来的时候，我的细节是没有把酱汁倒进来。我觉得鲍鳝做的还是可以的，所以我又来加个雪菜和虾仁试试，毕竟老板刚才推荐我的。我是第一次跟他。雪菜做的很有水平，比衣桂河的好吃，不咸，跟青菜差不多。所有咸菜类的葱法都是吃着跟新鲜蔬菜差不多，只要不咸的都是好的。在不咸的前提上，它发挥了自己的特色，都是好的。虾仁太冷了，吃了个没热的，面糊都没弄开，还是得放进来，这代价就是温度要继续降低。虾仁做的还是可以了，没河虾的那股腥味，很清爽，口感也弹。苏州现在是不是虾仁好像没有店里手剥的了？我看米雪说的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我用词很精准，店里手剥，好像听说都是工厂手剥的。雪菜还有笋子，我觉得都很新鲜，感觉像店里自己做的。吃了那么多上海、苏州、昆山的面，感觉日本清汤面是不是起源是苏州？扇贝的摆盘，酱油汤底，很像。虾仁的味道找不出什么缺点。苏州老字号带新这个字的面馆，我吃过很多，没有一家能称为合格，能叫做一碗面的。我对好的面的定义：面条劲道，汤和碗的温度极高，汤头鲜美，浇头不要是半成品就行。所有苏州的面条对我来说都是温热的，一点都不烫。几个特别冷的浇头放进去，温度还要继续下降。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苏州汤面好吃，肯定不难吃，就是谈不上水平高。其实很多人云亦云、固有观念都是错的。只要在上海，只要聊到面条这个话题，总有人最后一句都是还是去苏州吃面条吧。我总结一下，这个面馆不难吃，水平也不高，汤温度低，面条也不劲道，算有点味道的汤，但不多，谈不上香和好喝鲜美。除了大肉做的很烂是酸的，其他几个浇头还可以，但也不是很好吃。